广西拥有中国西部唯一的出海港湾——北部湾。古人常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而因为坐拥北部湾，广西要山海通吃。7月，摄制组按计划来到防城港，准备进行出海拍摄。不巧，碰到了台风。在海岸边，全部来自内陆省份的摄制组成员们都惊叹于防城港人面对这种极端天气时的井然有序。大风、大浪、大雨中，无论船只还是渔民都从容淡定。只不过，原本计划拍摄的金鲳鱼鱼苗投放，只能作罢。到了年末，摄制组再次来到防城港。出海的过程中，发现这里的白鹭不太安分，它们从早便聚集到这片区域，在高空巡视，盯着下面那些一个个圆形的网箱，以及穿梭其间的船只。聚集，降落。当发现有作业的船只靠近，白鹭们便知道，只要再耐心等一会儿，便会有一场盛宴。让海面局部沸腾的是高密度的金鲳鱼，经历约5个月的喂养成长，现在是收获的季节。长得快，不爱生病，喜欢温暖的水。金鲳鱼尤其适合在北部湾进行养殖。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前提因素：好吃。用吃货的说法，金鲳鱼没有暗刺，只有一排骨头，骨头两边都是厚实的肉。本地人利用这种特性，研究了一种特殊的刀法，让它以仰望星空的姿态站在盘子上，抹点盐，放点姜丝和小葱，大火蒸5分钟。出锅，淋上热油激发香味，最后再放入适量的蒸鱼豉油，一道清蒸金鲳鱼便上桌了。不用挑刺，对孩子来说是安全的；烹饪简单，对忙碌一天的人们来说是省事的。看着全家吃上新鲜美味且营养丰富的食物，对一家之主黎师傅来说是欣慰的。这些鱼是他亲手投放、亲手养大，以及亲手捕捞的。黎师傅是养殖基地的潜水员，收获季的他几乎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名副其实的上班摸鱼去。从投放到收获，金鲳鱼的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箱中。在过去的5个月时间里，渔网被30个秤砣一样的配重固定着，一直悬浮在海中。而黎师傅今天的工作是割断绳索，与同事配合回收配重，让渔网带着成鱼浮出水面。抓了这个鱼就吃完了，
用了多少分钟？用了有半个小时吗？半个小时。一个碗筐30个，10个碗筐300个喂。它14个碗筐，14个碗筐，你算喂。网箱养殖的鱼有着更自然的生长环境，与周围海水的无障碍交流，让金鲳鱼的成长更清洁、更绿色。短暂的休息后，黎师傅再次下水，与同事一起将渔网逐渐合拢，让金鲳鱼们沸腾起来。2023年，广西的海洋渔业增加值实现同比增长3.7%，其中金鲳鱼产量居全国第2，将北部湾的鲜铺满全国。这是南美白对虾。为什么叫对虾？倒不是因为它们喜欢成双入对，据说只是因为早年间人们常以1对2只来计算售价。但叫南美白对虾，是真的因为这种虾原产于南美太平洋沿岸。1988年引进中国开始规模养殖后，南美白对虾已经成为我们最常吃到的对虾品种。这是李永波位于北海市合浦县的养殖基地。9月前，所有的小棚都只有骨架，但在很短的时间内，1600多个棚都会披上棚膜，引入新鲜干净的水，准备开始新一造的虾苗投放。小棚模式的话，现在都是年轻化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90后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人进入了小棚虾养殖。像我其实也把这个产业当成了我人生赚的第一桶金。广西有一个天然优势，就是说它不受气候影响，用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话说是反季节养虾，不像江苏的模式，如果到了冬天的话，它是需要加温，通过烧锅炉啊，通过加温手段啊，然后才能达到越冬的目的。所以说呢，这边呢，它直接可以自然越冬，经济效益这一块会好很多。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片区的水质应该是我从广东、福建、广西走了很多沿海的地方，然后就是说经过取样去分析哈，这边的话是很适合白对虾生长的。我这里正好是一个入海口的位置，会有咸淡水交汇。因为白对虾需要最好的生长粘度是10%到14，这个位置正好卡在这正中间，是一个圆子。天气炎热，虾苗到场后需要尽快下塘，以免造成损失。所有人都极其高效地投入其中。放母带嘛？别放母带，你放那里去。虾苗非常小，不贴近拍摄，甚至会看不清它们的存在。事实上，这一袋中有着5000尾左右的小虾。这是一个神奇的过程。我们幼苗阶段啊，一个虾苗还没有我们吃饭的那个米粒那么大。像我这一个棚的话，我大概会投到7万左右的苗。它整体就重量的话，可能也就是在40克左右。一个棚里边还没有1汤勺的虾苗，到我们上市的规格的话是15公分左右。通过90天养殖的话，一个棚达到2000斤，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最适宜对虾繁育和成长的温度是20到30摄氏度之间，但最适宜运输它们的温度是0到18摄氏度。
对虾是变温动物，与冰在一起，时间一长，它们便会处于半昏迷状态。新陈代谢降低，运输的成活率增高。这辆装满了冰块的卡车便是来收虾的。元旦前夕，全国对虾消费进入新高。这批已经养殖了3个多月的虾将被运往西藏。我们这个卖的都是活体的，像我们从塘口到餐桌，基本上不会超过36个小时。到市场上你看到的虾，可能就是活动力度不大。正常水温调到25、6度的话，经1个小时左右，它还是活蹦乱跳的。为了最大限度保证新鲜和存活，装车和捞虾同步进行。你不能跟它扶持在底下，是吗？要用跟它翘起来的那个进入那个网里啊，很微的那种，很微电。虾农所说的微电，对人体来说是真的很微，3伏相当于2节5号电池，但对虾来说，却是恰到好处的刺激。虾跳，虾入网。对虾这种底栖动物，活蹦乱跳，搅起了泥沙，也跃动出一派丰收的场面。用这种电脉冲的方式捕捞，实际上借用了虾的一个特性：肌肉发达，发达到能把自己弹射起来。虾把自己的重要器官都放在了头胸部中，剩下的全是肌肉。足够发达，足够多，足够集中。换言之，就是足够软弹，足够满足口腹之欲，还吃起来异常方便。对虾恐怕是最好烹饪的肉类食材之一了。我们甚至不需要掌握任何复杂的烹饪技巧，只需要把握2个原则：虾要新鲜，虾要变红，便能尽享美味。其实同样是海产品，有一个物种比对虾吃起来还要简单。牡蛎，广西人更爱叫它大蚝，甚至可以不用烹饪，直接生吃。它几乎是唯一可以生吃的贝类海产品，并且全脏器皆可食用，不需要做任何部位的剔除。也许是生吃太过流行，更多人甚至只知道它的另一个别称——生蚝。从2011年开始，钦州市每到年末都会举办蚝情节，现场往往会成为谐音梗的重灾区。当然，比谐音更多的是为蚝而来的全国食客。每年蚝情节还有一个重头戏，根据尺寸、重量和外观打分，评选出当年的蚝王。刘星峰每年都会参加蚝王争霸，比赛的前一天，他便驾船出海去挑选参赛蚝。钦州被称为中国的大蚝之乡，大蚝天然苗种繁殖占全国总量70%以上。2023年，钦州市大蚝养殖面积达15万亩，年产量超过30万吨。而刘星峰有大蚝养殖基地2个，养殖面积300亩。如今，他开始逐渐使用新式的抗风浪养殖蚝排，能够抵抗10级以上的台风。
不过，那些准备参赛的长寿的大豪们，还没来得及搬家，还在老式豪牌上备赛。就是你看这大些个，我就想哎，那你放神，根本2斤1两。那嗰隻桶啊，點啊？这个目前在这里看是最大的，没有是正常养殖不可能养那么大吧？理论上说可以吃，但实质上呢，它肉口感很差，1年、2年、3年、4年、5年、6年，开始是跟那树轮一样的嘛，它一圈1年，一圈1年嘛，这个好几节的，那时候发现最多的是8年左右的。生蚝没有超过8年以上。大蚝是滤食动物，它们用鳃滤食水中的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为生，所以水质至关重要。只有水质好，它们才能有足够的食物，也才能保证无污染，担得起生蚝的吃法。大蚝看似一动不动，实际上也确实一动不动。他们信奉生命在于静止，自幼附着在物体上之后，若没外力，一生就永远不再挪动位置。这跟养殖它们的主人不同。但14年的威马逊那个大台风，超强台风，一刮过来，啥都没有。这15年又重新再做，就发展现在目前的47个。经历过大风大浪，刘兴峰现在能坦然面对各种局面，例如比赛这事。今年虽然是优秀奖，那明年争取就行了，还是有机会的。明年就差那么一点，不多。我的呢，8880。现在的刘兴峰对应得上2个词：好可惜，但毫不在意。古人把带有贝壳的软体动物都叫做蚌，有的蚌主要产肉，比如蚝，而有的蚌则一不小心会孕育出更珍贵的产物。珠，最早的本意就是指蚌壳体内所生的有机珠宝，在人们发现珍珠后，才开始在那些像珍珠的物体后加上珠字，比如汗珠、泪珠、眼珠等等。船行前方是北海合浦的涠洲岛，海清水净。今天，大部分人来这里是为了旅游，而在先秦时代，人们来这里采集珍珠。产于南海的珍珠叫做南珠。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野生合浦南珠一直是最珍贵的宝物。直到1957年11月，周恩来总理指示，要把合浦珍珠搞上去，改变几千年的自然采珠为人工养殖。插河是珍珠养殖的中心环节。工人们在合浦特有的马氏珠母贝上动手术，向母贝体内插河，并输送外套膜组织小片。这样，珍珠母贝体内便会产生异常增殖，形成珍珠囊，分泌珍珠质，进而形成天然珍珠。术后的贝很虚弱，养殖工人要将它们带到精心挑选的地方，水流不能急，水质要干净，
在这里，它们将休养20到30天，然后再被带到更深、更肥沃的水域，育猪大约10个月。涠洲岛的自然条件完美适配这一切需求。像一些沙比较多的，养出来的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健康一点。那个如果是底下都是一些淤泥啊、一些垃圾啊比较多的话，就会产生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都是有细菌感染的，有黑点。反正我们也是有一些在海里面清理的一些垃圾啊、一些附着物啊、一些贝壳啊，我们也是用麻袋装起来拉到岸上。我们也不舍得再往海里面运垃圾啊，我们也担心这一片海域受到污染。珠圆玉润，从这个词中可以看到人们对珍珠的要求。在还没有条件养殖、加工珍珠的时候，天然珍珠的珠圆是极其珍贵的，那是我们的文化中所向往的、天赐的、与生俱来的圆满。凡事难得才珍贵。1月，到了采收珍珠的时节。养殖大大提高开贝有珍珠的概率，但有多大，有多圆，依然是像开盲盒一样的存在。出来以后，不是每一个珍珠它都有它的这个商业价值，像这种珍珠，它就不行了，就没有人要了，是吧？还有一些，像这个就没有了。从古至今，有太多流行只是风靡一时，只有极少数能够久盛不衰。珍珠便是其中之一。它所带来的柔润、细腻、无瑕和光彩夺目，可以无差别地衬托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气质的人们。广西有着悠长的海岸线，可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广西海产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但后发未必不是好事。随着山与海的统筹，陆与海的联动，江与海的贯通，广西的海洋渔业正在提档升级。从鲜美的，到鲜活的，到鲜嫩的，再到鲜明的，广西人面向大海，尽情享受着北部湾赐予的鲜甜。在耕海牧渔，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临港产业，稳步提升向海经济综合实力，进一步释放海的潜力，与东盟共挽，与大湾区相融，不断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步伐。